大家好，我是中央大学物理系郭家明，这是今年度最后一个 talk， 然后不好意思，带大家到一个比较硬的 topic， 然后需要一些想象的 topic 上面。OK， 好，那我们团队呢，基本上有物理的人，还有地球科学人，比如说像我们中央大学地科系陈建志老师，还有电机的人所组成的。那我们在这计划里头，我们主要是去做一个苗子的成像术，以及我们希望发展下一代的这个粒子物理实验。好，那在这个沙克尔顿计划里头，其实我们总共有3个子计划。那第一个子计划其实就是我们这个最重要的子计划就是苗子成像术，所以等一下我会花比较多的时间去琢磨这个子计划。那这个子计划基本上，你可以想象它就是一个高能物理的实验。那但是我们是在台湾来进行。那另外呢，我们2个实验，一个是这是一个新的下一世代的实验，叫 Sphinx 基本上它是在美国的 Blue Heaven 长岛的实验。基本上它会在2023年开始取实验数据。那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我们在瑞士这个大强子对撞机所进行的 CMS 实验。那这个实验基本上，如果过去几年大家有在看报纸的话，那基本上这个就所谓去寻找上帝的粒子的实验。OK， 好，那所以第一个关于苗子成像术，那苗子成像术是什么呢？其实苗子成像术在台湾，我相信很少人听过这个技术。这个技术呢，事实上它是结合了高能物理的实验以及地球科学的研究，所以事实上这一个技术，事实上它蛮符合沙克尔顿的精神，它是一个完全跨领域的这个研究。那在传统上呢，在高能物理实验里头，我们都会盖一个比这间房间还要大的探测器，然后可是我们去寻找的、去研究的标的，基本上就是一个 point-like 的 particle， 内部是没有结构的。那可是苗子成像术里头很有趣是，我们今天把我们平时所盖的这样子的一个 detector， 然后我们拿来去探测的，事实上是一个3体，是一个地球科学的课题，所以这是一个我们 detector 变成是一个 point-like 的东西，然后去探测一个在我们面前一个巨大的一个 giant 的一个 mountain for example，OK。另外呢，这是一个很有趣，我自己做1年很有趣的地方是，我们传统的高能物理实验基本上还是虽然不会打开冷气，但是至少还是在室内去做实验。可是呢，我上7月的时候，有幸第一次人生跟陈建志老师到户外去做实验，才体会到说在户外做实验的痛苦。OK， 好，那接下来我进行一些比较简单的说明，说什么东西是苗子，因为其实大部分人其实并不知道苗子。这是大家在那个读完高中的时候都会知道的这个周期表。OK， 那事实上在物理里头有一个类似的东西是一个周期表，对物理学家来说，这就是我们的物质的世界，组成我们物质世界的基本的粒子。就是我刚刚说的基本的粒子，代表说以我今天所知道的 knowledge 里头，它内部是没有结构，所以它一个 point-like 的 particle， 然后以及我们的4个基本作用力，比如说有这个重力、电磁力，还有这个强作用力跟弱作用力。通常我教普物的时候，最喜欢考4个基本作用力，那学生就会说凡德瓦力啊、浮力啊、正向力都是基本作用力，但是这些力背后其实都是来自于这4个力。OK，anyway， 那在这里头，这是我们组成今天物质世界的这个 fundamental particle。在这里头，我们在这个实验里头，高度依赖的，事实上就是其中一个 fundamental particle， 就是 muon。OK， 那我们来看 muon有什么样的性质。好 ，muon 呢，它基本上它是由 Carl Anderson， 他在1936年的时候，在这云雾式的这个探测器里头去发现的。那 Carl Anderson 他事实上是1936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得主，但是他并不是他不是靠着发现 muon 去得到诺贝尔物理奖，他是靠着他在1932年的时候发现 positron 正子去得到诺贝尔物理奖。所以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是，
很多人认为说高能物理实验事实上浪费了很多钱，然后去做一些对民生经济没有用的东西。但事实上，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1932年 Carl Anderson 发现正子的时候，他发现的时候，其实大家并不知道这个 particle 可以拿来干嘛，除了它只是证实物理上除了物质之外，还有反物质之外。但事实上，今天在医学里头，我们知道 particle 是可以拿来治疗癌症的 ，OK？ 所以今天我们希望可以利用这个 Anderson 他在1936年所发现的 muon 去对我们的民生经济做一些贡献。好，那在这里头呢 ，muon 另外一个性质是。我们在物理上，事实上我们称 muon 是 electron 的 cousin， 它的重量呢大概是比这个 electron 重210倍，但是它跟 electron 很大不同的地方，事实上是 electron 事实上并不会衰变，如果它在一个 free space 里头，它不会衰变，但是 muon 事实上它会衰变，它经过2.2个 microsecond 之后会衰变。好，这个时候你会有个问题是，如果它lifetime 只有2.2个 microsecond， 那基本上 muon 它都是我们基本上接触的muon大部分都是用光速在前进。那这个时候你会说，那muon只能够飞660公尺，那我们凭什么可以拿这个来做实验？可是各位，你可能回到你大一普物所学的就是，它是用光速在前进，因此你必须考虑这个爱因斯坦的特殊相对论效应。因此，它的时间这个基本上你在地球上去看它的时候，你的这个要考虑这个一个所谓的 gamma effect 进去之后，你这个会增加大概20倍左右。OK， 所以基本上可以飞很长的距离。好，那它跟 electron 有非常大的不同。electron 呢，基本上它损失能量呢是透过所谓的 Bragg-Strahlung， 也就是刹车辐射去损失能量，也就是当 electron 它在减速的过程当中，它被比如说当电子它不在 free space 里头，它通过物体的时候，它被这一个原子核给吸引。然后它减速了之后，它就会放出一个光子，那电子就这样子损失能量。所以电子事实上它没办法穿越太厚的物体，但是 muon 非常的不一样。背后原因就是因为它重了210倍，所以这个 Bragg-Strahlung 所发生的机遇基本上会跟质量平方成一个反比的关系。所以事实上 muon 只有在非常非常高的能量底下，比如说在一个 TeV， 那我这边告诉大家说，在物理上我们常讲 electron volt， 我大概给大家概念，什么是一个 TeV。一个 TeV 的能量大概就是你黄昏的时候去草丛里面，然后一只蚊子在你面前飞过去的时候，那时候那只蚊子它本身所带的能量大概就是一个 TeV，OK， 所以它需要到这么高能量的时候，事实上它才会用 Bragg-Strahlung 的方式去损失能量。可大部分的时间里头，事实上它都透过 annihilation 去损失能量。所以因此 muon 因为它具有这样的性质，所以它基本上它穿透力是十足的。比如说，如果你只有一个 GeV， 也就是大概就是这个蚊子它本身所带的能量的这个1/1000的这样子的一个苗子，它事实上它能够穿越1公尺的铁，它可以穿得过去。OK， 所以基本上它有非常好的穿透力，相较于电子，所以我们可以拿它做一些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说这个。苗子，我们生活里头的苗子到底怎么产生出来的 ？OK， 苗子的产生主要是来自于外太空，就其他的这个星球所来到地球的90%的质子，9%的 alpha particle， 大概1%的电子，它们进到我们大气层的时候，跟我们高空里头气体分子产生了交互作用，然后接下来产生一种粒子叫做拍介子，那这拍介子之后再衰变成这个苗子跟微中子落到我们的地面里头，所以在我们的地表上，大部分的占最大比例的带电的粒子，基本上就是苗子。OK， 好，那基本上这张图，我想要告诉你的是，顺便科普一下，就是这张图事实上就是宇宙射线它的通量随着这个能量的比。那通常一般人会认为说，高能物理实验，每次当高能物理实验有一个新的加速器要打开的时候，很多人就会紧张说，这些做高能的人，他打开加速器的时候，就会产生黑洞，然后把这世界吞噬掉，然后世界末日就来了。事实上，这张图里头你所看到的，从地球诞生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被无数很高能量的这一个宇宙射线撞击地球。那事实上，我们的人造的加速器的这一个能量大概在这个区间。那事实上，各位不要当你看到那个保洁节目的时候，绝对不会有世界末日的，因为我们已经不断在被更高能量的在撞击我们的地球。OK， 好，那接下来呢，这些苗子它生成了在我们的地表
事实上，海平面上面就像我刚刚说的，最大量的带电的粒子，事实上就是苗子。OK， 所以这件事情告诉我们说，事实上，当你还在娘胎里面的时候，苗子就已经不断的穿过你了，但是你并不知道。它数量大概多少呢？事实上是每1分钟每1平方公分就会有个苗子通过你。所以事实上，从你在娘胎里面到现在，你已经被无数的苗子打过你了。OK， 它是占着我们这个日常生活里头的这一个自然的辐射量的50%以上，是因为来自于苗子。OK， 所以它是非常的大量。好，那这个平均到达地表的平均的这个苗子能量大概是4个 GeV 左右。OK， 好，所以这上面这是一个所谓的这个火花式的这个探测器，这是这个台北科教馆。那我跟他借来长期放在我们实验室的，因为它坏掉，然后我帮他修好。所以这一张图是从我们实验室里头去曝光一段时间之后所取下来的。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苗子事实上在通过我们的探测器的时候，或者是你的身体的时候，事实上它就这样四面八方而来。但是到目前为止，事实上我们对苗子已经有非常好的认知，就是它的能量分布应该长怎样，在不同的高度，地球的这个不同的纬度里头，它的分布到怎样，这事实上都是一个非常已经经过了1936年之后，都已经被测量到非常 well known。另外一件事情，我想要提的是说，事实上这是一个实验，就是我大学部学生事实上在2年前做的实验，事实上是在物理系里头是一个蛮标准的实验，就是他们去探测这个苗子，那随着角度的通量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0度就是我的正上方是0度的话，那基本上它随着角度往水平的方向走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关系式乘一个 cos 平方 θ 的关系式，也就代表说，如果我今天从30度打进来的这个苗子的数目，事实上是从正上方打过来的，大概只剩下75%。OK， 好，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知道的。它入射的角度的分布是什么？能量分布，这些都是我们知道的。OK， 好，那所以呢，在这里头，我们就希望利用苗子来去做事情，就是所谓的苗子成像术。那在这里头，我2张投影片大概讲一下，就是苗子成像术在这个的一些发展的历史。好，事实上最先的是在195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澳洲的物理学家叫做Eric George， 他首先利用了苗子成像术，在澳洲的一个隧道上方，然后去测量说这个隧道上方的这个岩体负载的厚度是多少。OK， 好，那到了1960年代的时候呢，有一个非常杰出的这个高能物理学家 Luis Alvarez， 那他在1968年的时候拿到诺贝尔物理奖。OK。他所做的事情就是，他去把一个苗子的探测器，然后他去架在这个埃及的金字塔，试着去探测说这个金字塔的内部是不是有密室的存在。我们不需要透过送人进去挖，然后去探测密室，而是直接我从外部架着我的探测器对着金字塔，去看说这个金字塔内部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密室，有什么样的通道存在着。OK， 所以这基本上这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实验。好。可是，虽然在1950年跟1960年代的时候，已经有这些物理学家去做这些事情了。可是，我们来看说这个 paper 的数量 ，scientific paper 的数量，你会发现说，事实上只有在2003年之后才一路的成长。事实上，从这个1960年代这个很有名的金字塔实验之后，一直有将近40年的时间，事实上 Muon-Graph 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吸引到大家的注意。我自己的解读很可能是因为在那40年里面，事实上高能物理还有蛮多可以做的，可能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在2003年之后，为什么会突然这个论文的数量会急剧的上升，变成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呢？好，背后原因是来自于在2003年的时候，美国的 Los Alamos National Lab， 事实上他们利用这个技术呢，他们去寻找说，如果我今天有一台货车，我这里头他告诉货车司机说，其实上我在运羊，那你在通过海关的时候让他过了。可事实上他在这一个货车里头，他可能偷藏了铀矿。那事实上 Los Alamos 他们就用 Muon-Graph 的这个技术去探测说，今天一台货车通过边境或检查站的时候，它到底内部有没有偷藏像铀这样子的东西 ？OK， 那后来就是已经有公司他们去发展出这个已经有 commercial 的 product， 然后装在
美墨的这个边境里头去探测说这个过来的货车到底里面有没有运这些铀矿，这种 high density 的物体。OK， 好，另外呢之后呢这件事情之后呢，在欧美以及这个日本世界各国呢，他们就开始利用这个技术去探测火山。也就是在日本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很有名的实验，就是在日本的樱岛，那他们就利用的 MUON-Graph 去探测说这个岩浆它上升，去监测它什么时候要爆发，它上升的这个高度到底在哪里，那它什么时候要爆发的 ？OK， 所以这基本上在世界上目前已经有许多实验在进行这样子的火山的探勘。好，那另外呢一个很有名的是在2011年福岛核灾的时候呢。日本人他们就利用了 MUON-Graph 这样的技术呢，他们在核反应炉的两端去架设了这个 Muon detector， 然后去探测呢这个反应炉的核心它本身内部的辐射量以及分布，这样子使得这个东京电力公司呢，它可以缩短它的规划，然后如何去拆解这个反应炉的时间，而不用送800壮士进去测量这个辐射量。OK， 所以基本上这是MUON-Graph 这几年非常大的一些应用。所以在这之后，事实上，全世界的这个做 MUON-Graph 的人就开始去思考说，MUON-Graph 到底是可以拿来做什么样的应用事实上是蛮多的。好，那接下来我要讲的是，在 MUON-Graph 里头，我们所做的事情是怎么样的一回事？好，这一回事事实上，第一个，我们先锁定我们要研究的课题，然后呢，这苗子当然就是 whenever he like， he will come， 所以这 MUON 就这样子随时随地的就打过来了。然后它就会打到我们的探测器上面。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呢，事实上就是当我们在探测器上所收集到的苗子的通量之后，我们必须发展出一个逆推的反演算法，然后去反推出我们要研究的课题它内部的密度的成像。OK， 这是基本上就是我们在 MUON-Graph 里头要做的事情。所以呢，当你苗子通过我们研究课题的时候，不同密度的物质它对苗子的吸收的能力就会不同。所以因此呢，最终到达我们探测器的通量也就会不同。因此，我们透过不同方向测量到的苗子的通量，那我们就可以反推出苗子它走过路的面貌。可在这里头，如果我们只有一组探测器的时候，事实上我只能够了解我面前这个2维的这个成像。可是如果我可以把我2组探测器，或把我探测器一段时间之后摆放到另外一个地点、其他的地点的时候，那这时候我就可以3维成像我这个研究课题它内部3维的这个密度出来。OK， 好，那事实上过去在地球科学研究里头，事实上已经有许多其他的方法去研究这个研究课题内部的 density 的分布，比如说有地电的方法、有地磁的方法、有重力法等等。那MUON-Graph 相较于这些传统的地球科学上面的技术有哪些优点呢？首先第一个，实验的架设功率它需求是很低的。然后接下来呢，这是属于一个天然而且非破坏性的测量，你不需要依赖人工去产生讯号。OK， 接下来我们可以提供非常高密度的解析度，以及我们能够解析的这个范围，事实上可以比传统的方法还来得小。比如说，传统上如果可以到达100公尺的话，那在地球科学上已经非常不错了。但事实上，我们可以选定不同的，利用 MUON-Graph， 我们可以选定不同的探测器技术。事实上，我们有机会把这一个空间的解析度把它缩小到30-40米不是问题。那如果我们采取更好的这个去加一个更好的高能物理的探测器的话，事实上可以解析可以缩小到3米、5米都不是问题。OK。另外呢，我们可以探测一个大体积的研究课题。比如说，你要是要做一个这个地电实验的时候，事实上你如果研究比较大范围，你要到处去铺这个你的 sensor。可是，在 MUON-Graph 里头，事实上我们就把 detector 加在那边，我就可以探测一个比较大的范围。另外呢，我们可以提供一个不需要经过模型假设的测量比如说在传统上在地球科学里头的时候，那这时候你要是用重力法的话，那这时候你就可能就需要做一些模型上面的假设。OK， 好，所以这是 MUON-Graph 相较于其他的方法的好处。好，那所以 MUON-Graph 它事实上就等同于 X-ray 在重物体上面的应用。那目前就像我刚所说的，它在地球科学上面研究的应用呢，正朝着各种地质课题的研究在迈进。OK， 所以我们这个沙克尔顿的计划的目标，事实上就是我们希望在台湾去开启苗子成像术这样子的应用建立在台湾的第一个滩头堡。
那事实上原本这是一个4到5年的计划，原本我们希望在第3年跟第4年的时候开始去做一些研究一些边波议题以及井下测量。这背后原因是因为事实上你要再把苗子探测器放到井下，基本上那个挑战很难。目前事实上就一组人试着去做，但是这是我们的未来的目标。但是所以这计划在前面的2年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地表上面的事情。OK， 好，那所以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 detector 是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好，所以呢，这是我们所选用的这个塑料的闪烁体。基本上一个5公分乘5公分就大概是7块美金。OK， 好，那事实上呢，只要有带电的粒子在打过这样子的闪烁体的时候，事实上它就会发出一个，当然它是一个 wavelength， 它的波长事实上是一个宽度，但是它的峰值大概就在430个 nanometer， 大概就是蓝紫光的那个区域。OK， 好，那我们所选用的读出呢，去读这个光，我们是所选用这新的叫做SIPM， 就是细光电倍增器。OK， 它大小大概就是6乘6个 millimeter square， 那一个大概是70块美金，然后我们就把这样的东西 attach 到我们的 scintillator 上，那我就可以收光。OK， 好，传统上在高能结合 scintillator 再加上 SIPM， 在高能物理实验里头，事实上对我们来讲是蛮新的，它事实上就只有在这5年才开始变得非常的 popular。过去传统上我们的做法，事实上是像日本人他们在研究火山的时候，他们所盖的探测器事实上是用 scintillator 再加上光电倍增管 PMT。那我们选择用 SIPM 的好处是价格会比较低，而且我们不需要我们功耗会比较低，这是我们的好处，而且体积会比较小。OK， 另外一个可能性去做探测苗子是用所谓的 wire chamber， 但是 wire chamber 的坏处就是你需要气体。那你在户外做实验的时候，你需要半年、1年这样去做实验的时候，你还去照顾这个气体，事实上是还蛮麻烦的。所以我们选择这样子的这个探测器技术，事实上是有许多好处的。好，那事实上在这里头，对我们来讲，在过去1年里头，对我们来讲最大的挑战，事实上就是 real 的 PCB。也就是说，事实上，如果我们基本上我们在做实验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发展就是我们把电子的讯号读出，但在这个过程当中，事实上有一些必须考虑到我们实验的需求，所以这些电路的设计，我们就必须要自己去做。那所以我们花最多的时间就是物理学家去做电子电路的事情，这花掉我们最多的时间。OK， 好，那在这里头呢，基本上我们的学生事实上利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呢，就是已经把类比的讯号先给搞定了。那这时候基本上这就是我们一个探测的一个模组。那基本上它大概5公分乘5公分。那基本上这是我们做出来的实体。所以基本上你可以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个每一个探测的 unit， 我们把它堆叠起来。那如果当苗子打过去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示波器上面去看到苗子打过去的讯号。OK， 那这个时候我们也让我们把我们设计出来的这些模组呢。我们也让我们的6个大二的学生在上个学期的时候拿去做1个学期的这个专题。比如说呢，我们让他们把这个模组架设在我们系馆的每一层楼，然后我们在每一层楼去探测这个苗子的通量。所以在这里头，他们验证的就是我在越高的楼层的时候，我的 muon 的 flux 会越高；我到越低楼层，因为我上面的这一个楼地板越来越多的情形之下，这个时候我苗子的通量就会一路下降。用这样子去验证说，我们的第一步，我们的电路的设计是 OK 的。另外呢，我们也让我们的学生去架一个这样子用16个模组去加一个环形的。那我们利用这样子的一个环形的架起来的一个环形的探测器，我们去探测说，在不同的角度里头，那这时候我入射的苗子的通量是不是可以到达我之前所说的 cos 平方 θ？ 那这也是验证出了，最后结果验证也可以达到 cos 平方 θ。OK， 另外呢，我们有3个学生呢，大二的学生，就是几乎没日没夜，就是去包了100片的 scintillator， 然后呢，就把这100片的东西呢装起来，变成一个这样子的探测器。所以这是一个5乘5的这个读出频道，然后总共有4层这样子的一个实验，去把这样子一个 detector 就把它架出来。然后最后去取实验数据，这时候他们就已经可以看到这个苗子在穿过他们架起来的这个探测器的这个结果。但在这里头，事实上我们最缺的，事实上
还是事实上我们最后的数据的处理要很快，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到 FPGA， 但在这里头他们只是用树莓派去做第一步的验证。OK，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做一个实验，就是我们选定了一个目标，就是这是一个在石门水库附近的一个阿姆坪防淤的隧道。这个隧道呢，从这一端到另外一端总共是2.2公里。那目前不断的在开挖，预计明年2月的时候会挖完，目前大概剩下500-600米。OK， 好，那在这里头呢，我们就把这个实验的架设搬去那里，然后就在这旁边这个公务所在那边做了1天的实验。那在之前呢，我们就先在我们的实验室里头，左右两边事实上都是空的。那这个没有任何的建筑物，那我们就在那边在实验室里头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左边来跟右边来的苗子的通量基本上就是1:1，左边这张图所告诉我们的。可是当我们把实验架设搬到阿姆坪的这一个防淤隧道的公务所区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有一边事实上它是面海，它基本上那一边是空旷的，可是它背后事实上是有大量的山体在的，所以在这里头我们从我们这样子出的这个 pilot experiment 里头，事实上我们就发现说，事实上从山体那边过来的这个苗子的数目，比海那边过来的苗子的数目，事实上是来的少的。OK， 所以基本上就是验证说我们的这个架设事实上的 principle 是可以 work 的。OK， 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头呢，在到年底之前，对我们来讲最重要的2件事情，其中之一就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实验架设可以架在这个是阿姆坪那个防淤隧道的这一个空拍图。OK， 刚刚你看到的隧道口在这里，在左下角这里。OK， 在这里头，事实上这也是以后是属于这防淤隧道的一部分。这边他们已经盖了4个墙起来了。那事实上在这里头刚刚好有一块地，这一块地不会影响到这个工程车的出入，这是一块荒芜之地。但在这里头呢，我们希望在这边，我们把实验架设架在我所标的这一个橘色的这条直线上面。我们希望把我们的探测器直对的这个隧道的洞口。那在这里头，它一边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边去做测量。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去 verify， 就是我们的这个探测器的设计以及我们的繁衍算法的正确性。那有趣的是，事实上他们还没有之后这里头事实上会挖过一个断层，那个断层还没有挖到，所以我们希望也可以在它挖那个断层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一边去取实验数据，去看说这个我们研究的课题就是这隧道的内部它本身的这个 density 的变化。OK， 好，那基本上派学生去测量这整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的高度的图。那我们正在规划说，在这里头我们要把我们实验架设上去。那我们已经行文给北水局，那我们希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然后可以在这里头开始进行我们的实验。那我们预计进行到明年的2月，因为这隧道预计明年的2月就会完工。OK， 好，那所以我刚刚说的都是属于硬体的部分。那事实上在这里头要成功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我们需要一个繁衍算法。那这个繁衍算法就是要把我们所测量到的苗子的通量反推回去我的研究课题的 density 的分布。那在这里头我们没有一个商用的软体可以去做，所以我们的陈建志老师带领着大学部的学生去把这件事情给做出来。就是在这里头，事实上我们学生去假设说，这是一个8×8的一个立体的网格。在这里头呢，它的假设说，在这2格里头，事实上是有一个这个岩浆去侵入，所以它的 density 会有所变化。OK， 那基本上这每一格假设是40×40×40公尺。OK， 好，所以呢，在这里头，这是我们的这个学生他所假设的真实的这8×8×8这样子一个立体的网格里头，这个每个 density 每一格里头它的 density 的出 model。这时候他所选用了一个 SVD 的 measure。那在这个 SVD 的 measure 里头，事实上这个 measure 它事实上比较简单，让它从这里开始。那这里头事实上它会去试着去 minimize， 就是减少就是你的预测以及你实际
两者之间的这个 density 的差异性。所以这时候你会发现说，左手边我们做了一个测试，就是假设我的实验都没有任何的统计或者是系统上面的误差的时候，那基本上它是很完美的，可以去把我们的这个 density 去把它反推出来。可是我们发现这个 method 呢，如果我一旦假设我实验的误差有3%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这个 method 事实上 work 的不太好 ，OK？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就做许多的尝试。那到目前为止，我们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这个Tichono 这个 regularization 的这个 method。然后基本上在这里头，我们还加入了 smooth case。所以 smooth case 在这里头就是说，我们假设说这个网格与网格之间它的密度的变化必须是 smooth 的，因为毕竟在真正的这个地质的上面，事实上你的 density 的变化应该是 smooth 的，而不会是这一格密度是2，下一格密度突然跳到16，它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剧烈的变化 ，OK？ 所以在这时候我们发现说，如果我们用了这个方法，然后再加上试着去把它给 smooth 的话，那这个时候事实上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相当不错的结果出来 ，OK？ 所以基本上我们的这一个繁衍算法基本上已经 models ready 在那边等着我们的data 的到达。OK， 好，那所以目前我们，但是我们到达最后一个版本，我们最终的目的是，事实上我们去做我们的实验的时候，事实上我们需要用 FPGA 去处理我们的数据，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们最后目前正在做的就是设计一个电路板，这是一个4×4，将来会有一个4×4的这一个探测的 unit， 那这每个探测 unit 上面再加一个 FPGA 板这样子。去处理我们的实验的讯号，所以基本上这个已经目前在设计，那我们预计事实上已经右边这个板已经送到 PCB 厂去做了，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在9月底的时候，把我们最后的这个讯号的读出电路板去把它给做出来，然后可以去组装 ，OK？ 好，那所以这是我们最后我们实验基本上会可能的目前初步构想的架设就是。基本上我们会这样的探测器，那这每台探测器基本上每一个 PC 板是一个4×4的模组，基本上我们将来可以把它组成是一个1米乘1米或者是2米乘2米这样子一个大型的探测器，我们可以就像乐高一样，我们可以随意的去组装它。那这个时候呢，这么一个间隔大概是40公分 ，OK， 在这里头你可以发现说，事实上在高能物理实验里头很重要的就是。你的讯号长怎样？你的背景长怎样？因为我们在做这样的实验里头，事实上我们的周围是会有许多的这个电子的背景的存在。在上面你可以看到，这是我们透过模拟，这上面是当苗子去打不同能量的苗子打过我们的探测器的时候，它只会在每一层留下一个讯号。可是要是当我们的背景电子进来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事实上你可以看到说，电子就会在我们的探测器里头。的许多读出频道里头去留下讯号，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靠着这个有多少的讯号读出，然后就去把电子给砍掉 ，OK。另外呢，我们在设计这个电路板的时候呢，好，我们在最后设计电路板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我们会准确的去知道说这个苗子从这边来还是从这边来，因为毕竟我们要的是从3体过来的苗子 ，OK。好，那基本上剩下1分钟。OK， 好 ，OK， 我后面还有10几张图片。Anyway， 好，基本上没关系，我就跳过我的子计划2跟3，对，因为我们这里头最重要还是子计划1。OK， 好，那基本上这是我们其他的子计划2跟3。OK， 好，那基本上呢，在这里头，事实上在这个3个伦理计划里头，最重要就是我们的这个苗子成像数。那基本上过去1年的时间里头，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开发我们的探测器，以及发展我们的繁衍算法。OK， 从0开始，然后我们已经在阿姆坪进行的防御穴道里头去进行了一个前导的实验。基本上我们希望可以在今年年底之前去完成我们最后的这个探测器的整个架设。OK， 那另外我们另外2个实验就是在高能实验里头，那基本上我们在那里头继续持续。在不同领域里头去扮演一些leading 的角色 ，OK， 好，那大概就这样子。